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伟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我们花45万买一辆二手房车，当时的一个想法，然后对选房车的一个观点，然后一些经验吧哈。因为我们自从买了这个房车之后啊，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私信啊，说阿伟啊，你能不能分享一下，就是你们买这个二手房车当时的一个想法呀？因为自从看到你们买了这个房车之后啊，然后我们本来也想买新车的，后来我们也有买那个二手车的一个想法了。我们为什么买这个二手房车啊？首先，我们买二手房车的一个想法其实很简单。上半年本来是没有想买二手房车的，一开始我们去了很多厂家，有去看过一些新车，后来我们又去了浙江、杭州车展，大家有看我们视频啊。然后自从看了这个车之后呢，燕子呢被深深的被吸引了。后来我就跟燕子说，要不要我们先搞辆二手的，是吧？燕子说二手的啊，就不太赞成啊。后来我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，然后给燕子看。后来他就被我说了之后呢，他就行吧，那我们也看看二手的。后来我们就开始展开找那个二手房车了啊。然后我们一直在看，然后大半年过去了，我们有看到几辆，但是没有合适的。这一辆呢，我们就是特别合适，一个公里数不高，还有那个只有19000多公里，只有1年时间。然后我们就订了一张票，500多公里，坐了高铁去了那个温州去看车。看了车之后呢，然后更加的满意了。现在我们就进入正题了，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观点。首先第一点，买二手房车的一个好处。然后第二点就是买二手房车的一个建议吧啊，还有一个第三点就是聊一下关于这个新房车有10几万、20几万、30几万啊、40几万那些区别在哪里哈。首先我先聊一下这个二手房车一个好处哈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我和燕子呢最近呢这2年呢在备孕啊，然后呢关于这车里面的一个甲醛啊，我和燕子呢还是比较重视的哈，因为你买新车之后，你不可能刚提回来你就住在里面了，肯定要去窗户打开啊，让它吹个几天，包括放一些那些去甲醛的一些东西在里面，是不是啊？特别是备孕的哈，因为房车它里面空间特别小，你眼前所看到的、所碰到的都是那种板材家具。这些东西都会有多多少少都会有甲醛，哪怕你用了再好的材料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发动机的一个磨合，新车都有一个磨合期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磨合期呢，经过原车主的一个磨合期已经过掉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随便放纵的去开了，没有磨合期了。还有最关键是什么呢？就是说我这款车吧，我这款车呢省了差不多20W 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就聊第二个，给大家一个分享一下买二手房车的一个建议啊。首先你要看一下新车，所有的新车你看过去，你锁定哪一辆新车，你锁定了之后，好了，你对那款车你就深入的去了解，不要就是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那你搞不好，你就深入了解一款车，锁定了之后，你再去市场上去找二手房车。然后二手房车我建议大家不要买年代太久的，最好是什么呢？大半年到1年的那种，或者1年出头一点的那种呢，是性价比我觉得是很高的。1年之后的话，我觉得性价比不是特别高了。就好比如你现在你看一下，你3年前、5年前的那个房车，里面的布局啊，包括那些板材呀，就像我们家里面就是木匠打的那种，特别的粗犷，没有那么的精致，包括内饰啊都没有那么好看，就比较老。比如我说这个插座，现在呢有这个房车上专用的插座了哈，打个比方哈。以前呢，在3年前呢是没有的，那用什么来代替呢？就用我们家里面的那种插座。家用的那种插座，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块啊，然后包括这些东西啊，这个上面的这个按的东西也是没有房车上专用的哈，比如房车上专用油啊，都是进口的，都比较贵啊，包括上面很多灯啊，这些东西啊都是家用的，就看上去就没有那么的精致了。所以说几年前的车呢，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建议啊，关键也不便宜，主要是啊，所以呢建议大家要买1年左右的最好。而且1年之内的车啊，不管是谁，哪怕你这个人再马大哈啊，再就是说不爱干净，毕竟新车它一定是小心翼翼的开的，磨合期它肯定慢悠悠的开，是吧？发动机不会猛踩油门，所以说呢，这个车在原车主手上，它一定是小心翼翼、特别爱惜的啊。然后呢，买这个车呢，一定要让那个汽修师傅看一下，泡水车、事故车都不能买。我来简单举个例子哈，比如这个车你买成60几万，然后你现在借给那个原车主，借给他开1年，
然后他就去一次西藏啊，去一次河南，而且路况都是特别好的，因为这个车不是越野车，它不会去那种乡村小道，不会去那种烂路，都是走的很平整的路，因为这个是房车，不是轿车啊。路况都特别好的，而且他会很爱惜，所以说这个20W 你一定会心动啊，一定会借给他去开一下吧。第二年呢，他说再给你3万块钱啊，或者再给你5万块钱，再给他开1年，你绝对不会了，因为3万5万你吸引不了你了，只有20万才能吸引你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1年的车是最好的。如果你2年的话，相当于5万块钱、3万块钱又借给别人开了1年啊。我说话有点说不到点，但是大家应该都理解哈。然后我们现在聊第3点，因为很多朋友看到我花40几万买了2手房车，有的朋友不理解啊，说，咦，10几万、20几万、30几万、40几万的新房车有很多，为什么选择2手的哈？很多朋友呢看房车呢，他都会只看外表，哎呦，很大呀，很漂亮，和你那个车差不多呀。但很多人对那个底盘不了解，底盘呢又分很多种啊。一般卖10几万的房车呢，它底盘一定是几万块钱。这款车的底盘呢是依维柯的欧胜底盘，国6的，然后是8AT 柴 F 变速箱，然后3.0T 的，然后动力也特别强的。这款车呢就是底盘就20出头了，所以说大家看到那个10几万的车都还不如我一个底盘都比它贵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底盘也特别的重要。然后正常在市面上呢有2款车用的比较多的房车，就是一个上汽大通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依维柯底盘。上汽大通呢，一般在 C 型房车，一般是在30几万、40几万，然后依维柯底盘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在40几万起步。刚刚聊到了这个车的一个底盘是欧胜底盘的哈，然后我们现在聊一下这个车子上装部分。房车上装部分呢，它里面呢锂电池是多大呢？是1350安，原来标配是900安的，然后原车主呢又加装了一组450安，总共1350安。然后这个车的清水箱是多大呢？清水箱是220升。灰水箱多少？60升，已经2个人足够了，220升啊。太阳板是600瓦的，然后这个空调呢这空调什么牌子的我叫不来，反正原车主说这个空调1万多呢，定制空调的。还有洗衣机啊，洗衣机也是好的洗衣机，都是贵的。好了，然后大家呢有什么对于2手车的观点，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可以去交流啊。然后我呢就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，供大家一个参考吧，好吧？好了，刹车不说了，再说的话有点啰嗦了啊。最后跟朋友们说一下，就是很多朋友关心我们什么时候出去自驾游啊？我们现在车牌还没上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车是异地的，要提档提过来啊。然后燕子呢买了很多的快递，关于这个房车里用的一些东西，然后这2天呢也慢慢的陆续就到了。然后到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出发了。然后本来是计划我们去那个西北的，就是往四川、往那个川西啊、新疆方向去的。然后因为口罩原因，那边好像现在还暂时进不了。然后呢，又有很多网友建议我们去那个东北啊，所以说我们这2天也在考虑，到底是去东北还是去西北啊？东北嘛冷一点，但那边这个时候去的话，风景也特别美，可以看雪，可以看冰雕啊，不一样的风景啊那边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今天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，然后感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个赞啊，拜拜。